我是包子铺的老板，晚上出摊，第一个顾客是个80多岁老太太，她咬了一口包子，可她转头就吐在地上。小伙子，你这肉馅不对啊，和1星期前的不一样。这是猪肉大葱馅，有啥不一样？你骗不了我，在饥荒年节，我可什么都吃过。老太太，您别开玩笑了，我这不是上好的五花肉。我人老了，可嘴没老，明天我再来，记得给我上肉。第二天，我登上3轮车，到刘哥家买肉。刘哥是我们本地的屠户。刘哥，再来20斤猪肉。你家生意不错啊，这么快就吃完了。可都亏了刘哥您的肉好。这回怎么只要20斤？我记得你以前都是买30斤的。这不是天热了，我估摸着肉容易坏，要是让村民吃坏了肚子，我这生意就做不长了。好，你等着。刘哥的砧板上有不少切成块的肉，可他并没有拿砧板上的肉，而是回到屋里装了一袋子肉，袋子里还滴着血水。这肉新鲜吗？放心，我老刘做生意向来童叟无欺。我接过肉，打开袋子，袋子里的肉被切得很粗，根本看不出是猪的哪个部位。刘哥在我们村的口碑并不好，肉里经常会夹带一些私货，但村里卖肉的很少，如果要到其他村买，路途太远也犯不上。我骑上3轮，继续往村西王大伯走。大伯，来10斤梅花肉。耗子啊，有一阵子没见你了。是啊，最近天热了，吃肉包子的少了，来点好肉，换个口味试试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就给你拿肉去。不一会儿，王大伯从屋里拿出一袋子肉，递给我。我打开袋子，肉被切得很整齐，是上好的梅花肉。大伯，怎么看着不止10斤吧？好不容易来一次，都得算送你的。找我家小勇的时候，你也没少帮忙。王大伯曾经有个儿子叫小勇，3年前失踪了，时到今日也生死不知。大伯，我知道您身体不太好，家里有什么要帮忙的，您就来找我。就在此时，一滩红色液体从王大伯西屋门缝里流了出来。算了，不说这些了，我刚杀了猪，我得把血弄干净。买好肉，我赶忙回店里做包子。傍晚，笼屉内冒出阵阵白烟，三两两的村民到我们店里吃饭。大概9点左右，那个老太太又来了。小伙子，上肉吧。老太太，这可是我今天刚买入的新鲜肉，您尝尝。您放心，这新鲜肉绝对好吃。老太太夹起一个包子，咬了一大口，香，真香。小伙子，真上道。老太太几乎是2口一个包子，1盘5个包子，老太太全吃完了。这盘您怎么不吃？这盘不好吃，我这可是好久没吃过这么香的肉了。很久之前，我吃过一次小母猪的，那滋味别提多香了。小伙子，我能带走点吗？老太太，不好意思，包子已经卖完了。老太太站起身准备结账。小伙子，我记得你好像也有个女儿是吧？我浑身一震，接过钱。我一个人住，哪会有女儿？老太太拿起拐杖，咧嘴笑了笑走了。桌子上1盘包子被老太太吃完了，另外1盘一点没动。就在此时，收音机里正在播报：警方通报，近期上英镇近期发生多起失踪案件，请当地村民提高警惕，晚上尽量不要出门。听到播报，店里还剩的2桌食客结账，匆匆离开包子摊。我收拾着碗筷，其他食客并没有吃出什么问题，只有老太太吃出来了。我的猪肉都是从刘哥和王老五家进的，如果猪肉有问题，就说明他俩有问题。老太太没吃的那盘包子是从王大伯家进的，那么就意味着刘哥家的肉有问题。我正准备收摊，邻居何婶突然跑过来，脸色苍白：耗子，我家肉吃出问题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。何婶在我的包子店不远开了一个馄饨店，我放下碗筷，擦擦手，走，带我去看看。馄饨店里没有客人，只有何婶家的孩子小云坐到餐桌旁，脸色很白，好像被吓着了。餐桌上放着吃了一半的馄饨，何婶指着那碗馄饨，里面有指甲。我拿起筷子搅动2下，果然是指甲。你们家肉馅从哪进的？是王老五家，这是我昨天买的肉。是吃馄饨的时候发现的？客人吃的时候没发现，我留了1碗给小云吃，结果吃出这个。是不是有客人掉进汤里的？不可能，这是在馄饨里发现的。我看着那片指甲，那指甲不大，不像是成人的，很可能是个孩子的指甲。何婶哆哆嗦嗦问：耗子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低声对何婶：何婶，这事情不小，是不是该报警？不行不行，我家就娘俩，万一有人来报复，我们受不了的。何婶丈夫早逝，还有个婆婆卧病在床，一家子全靠她的馄饨店过活。我长叹一口气，这样最近一定要小心，不要再去王老五家买肉了。天已经很晚了，我刚要走，何婶突然在屋里大叫：小云，小云，你怎么了？我赶忙跑进里屋，小云躺在床上，浑身抽搐，嘴里冒出白沫。何婶抱着小云，满脸泪水：快走，去医务所。我快步抱起小云，放进3轮车，我玩命蹬着3轮，不到1刻钟就到了卫生所。快来救人！听到喊声，陈大夫跑了出来。孩子不知道吃了什么肉，变成这样了。陈大夫叫来一个护士，开始抢救。何婶坐在地上，眼睛都哭肿了。大概半小时后，陈大夫走出病房，冲我摇摇头：
河婶，节哀顺变，已经没了呼吸，没办法了。河婶很伤心，可令人意外的是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河婶竟然还是没有报警。处理完河婶孩子的事，我刚要走，河婶拉住我的手。耗子，提醒你一下，一定要小心王老五。我点点头，骑上3轮回到家。第二天刚起床，门外传来啪啪啪敲门声，我急忙穿上衣服去开门。一个身穿道袍的道士鞠躬施礼：“施主，我出到贵宝的，能不能讨碗水喝，讨口饭吃？”“没问题，请到里面吧。”我接了一碗水，拿了几个昨天剩的素包子，端到院子里。师傅，这是昨天剩的素包子，请师傅不要嫌弃。道士赶忙道谢，坐下就开始吃。我刚准备去剁肉馅，道士开口：“施主，请留步。”师傅，有什么事吗？道士放下包子，打量院子。施主，你这地方阴气很重，恐怕会有鬼怪出现。你我有缘，如果施主信得过我，我给施主一道符，或可化解此难。说罢，道士从衣袖里掏出一片黄符，那黄符上的字迹我看不懂。我接过符纸，身上顿时一暖。那就谢过师傅了。多有叨扰，这黄符可贴在门后，妖物不敢进门。施主放下执念，包子最好不要再卖了。道士走出大门，我刚要出去送，可刚到门口，那道士不见了。晚上我刚收拾完碗筷，那个老太太拄着拐杖又来了，只是她今天没进门。您今天又来吃包子，可是今天包子都卖完了。老太太眼睛阴晴不定，死死盯着大门。小伙子，你这门上是不是贴了什么东西？没有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小伙子，你家包子我实在还想吃，你看我过几天过寿，能不能到我家蒸几笼包子，让我再解解馋？可以啊，您能不能进屋把钱放桌子上？我这手上还沾着油。老太太紧皱双眉，抬起脚又放下。小伙子，之前是不是有什么人来了？是啊，之前有个道士来家里喝水。那道士的话你不要相信。小伙子，记得7月15晚上我家做包子，肉馅不能变。老太太把钱塞进门缝里，转头要走，忽而回头：“你听说了吗？刘哥家的儿子失踪了，你知道吗？”“不会吧，我前几天还在刘哥买肉来着。”“小伙子，给我说句实话，刘红家的儿子是不是你弄死的？”“我是个卖包子的，可不敢做违法的事。”老太太走后，我看向门后的那道黄符，黄符的表面有些发黑。下午我刚包好包子，村外一阵嘈杂声，听说屠户刘哥找王老五打架去了。我放下手中的包子，决定过去凑凑热闹。一大群人在王大伯家门口，刘哥拿着个棍子：“王老五，快说，我家儿子去哪了？”“我没见你家儿子啊。”“我家儿子上次到你家买肉之后就再没回来。”“你可别血口喷人，我在本地买肉10几年，从来都是兢兢业业。”刘哥拎起棒子就要打，我赶紧跑过去：“汪汪的，你这老小子，我看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”“刘哥，有话好好说。”“汪汪的，你来做什么？”“有事情可以报警解决，法律是讲证据的。咱们村的问题从来都是自己解决，叔叔解决不了。”接着刘哥脸色一变，后退2步，刘哥拎着棍子骂骂咧咧走了。村民们见没热闹，纷纷离去。怎么回事？王大伯神神秘秘的把我拉进屋：“耗子，我这刚杀了头猪，有100斤肉，我便宜卖你，你要吗？”“大伯，正好，过几天陈老太太那有个寿宴，让我去包包子，你这肉新鲜吗？”“没问题，哪天？7月15，过几天就是。”不一会儿，王大伯拎出一大袋子肉，我伸手拎起那袋子。大伯，这肉不止100斤吧？多的算送你的。”“大伯，刘哥那为啥找你是？”“他儿子丢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来找我，可能有什么误会吧。”“原来这样，那大伯你也别太往心里去。”我正准备走，王大伯叫住我：“耗子，100斤肉你自己包包子，包得过来吗？”“对了，到时候还得麻烦您过来给我搭把手。”“哈哈，没问题没问题。”我扛起肉放到3轮车上，由于太沉，3轮车滋滋的声音。我打开袋子，里面的肉很多，但是很碎，同样看不出是猪的什么部位。7月15很快到，我从冰柜里拿出准备好的肉馅，到了晚上准备去做寿。刚到门口，生好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啊，陈大夫，你也来给陈老太祝寿？是啊，陈老太是咱们村的长辈，作为晚辈，自然得来。我拎起袋子往里走，陈大夫拦住我，得，我带你去厨房。陈老太的家很大，房子多到数不清。陈大夫带着我足足走了5分钟，才到了厨房。不一会儿，王大伯也走了进来，我冲着王大伯摆手：“王大伯，这地方我还是头一次来，看着真不错，真大。咱们赶紧干活吧。”我开始调肉馅，王大伯准备面团。不一会儿，第1笼包子就蒸上了。一个女人走进来，对厨师们说：“今天陈老太寿宴，大家都精神点，上菜要快。”“何婶，你也来了啦？”何婶很不自然的笑了笑：“陈老太是咱们村长辈，我来帮帮忙。”
我点点头，继续忙着手中的活。可就在此时，一个小女孩从何婶身后冒了出来。妈，这包子好香啊！之前小云不是死了吗？怎么又活了？何婶带着小云走了出去。王大伯拍拍我肩膀，冲我摇摇头。我前一阵亲眼看到小云死了，怎么今天又活了？哎，我之前给你说过，这个村子有问题，咱们得小心点。我点点头，不再多说什么。3屉包子很快蒸上，香味也飘荡开来。我端上包子往前院走，陈大夫突然走进来。生浩，端包子就不用麻烦你了。陈大夫招呼几个老妈，端起盘子往前走。等他们端走包子，这所谓的寿宴，从头到尾都透露着一股诡异。大概几分钟后，我听到前面院子有喧哗，我停下脚步，钻进旁边的一所空房。我蹲到窗户下，院子里已经摆了10几桌子，桌子旁坐着很多人，还有不少没见过的黑衣人。感谢大家前来给陈老太祝寿，我们就要上菜了，这回保证让大家满意。快点上菜吧，我都等不及了。很快，一盘盘菜肴被端上餐桌，陈老太拄着拐杖走到前台桌坐下，祝寿的人全部起立给老太太祝寿。感谢你们来啊，我这一把老骨头还得麻烦你们。好了，开席。我仔细看向餐桌上，顿时被惊得一哆嗦。这哪里是什么饭菜，只有一坨坨带着血的肉。桌上除了我包的包子，其他全部是切成块状的肉。宴席上人大快朵颐。突然，我感到一道目光在看自己。快去柴房看看，好像有人在偷看。我慌忙钻进柴火堆，黑衣人竟然拿了个长矛，在茅草堆里扎几下之后，黑衣人走了。我伸手向后摸，掏出一个本子，装进了怀里。我悄悄起身，好不容易出了柴房，我躲到角落里，打开那个本子，上面记着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日期，每一年都有10几个人的名字。本子上写着历年食材，我继续往后翻，竟然也发现了王大伯孩子的名字。突然，一只手掐住了我。小伙子，我让你来做包子，藏到这里做什么？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？我提起右腿，冲着对方的头就是一脚，右脚像是踢到了石头。你汪汪的是什么怪物？一道厉闪划过去，这老太太竟然没有应。小的们，这小伙子不上道，灭了吧！说罢，陈大夫、何婶、刘哥都院子里冲了过来，他们伸手就要抓我。我跳到一旁，爬起来，撒腿就往后跑。就在此时，陈老太太突然闷哼一声，原来是王大伯听到叫声过来帮忙了。大伯，你家儿子就是他们害死的。黑水从陈老太太肚子上往下淌，可陈老太好像根本感觉不到疼。小的们，灭的他们！院子里的人都跑了过来，我看着打不过对方，拉上王大伯就往门口跑。王大伯，咱们走。耗子，你先走，我要给我儿报仇，快走！几个人已经抓住了王大伯，王大伯双手握住长矛，用力抵挡。我一跺脚，抄起旁边一铁锨就冲了过去。突然，大门外传来一声钟鸣般的喊声：“无量天尊，妖孽还不受死！”坏了，刘老四，快带人去堵住那道士！快走，那道士来了，我们得保住命。王大伯看情况有变，跟着我也往外跑。几分钟后，在大门口，我看到那个道士。你等妖孽，我已经找了你50年，终于找到了。臭道士，你追杀我几十年，我就是想找个地方安安生生活着，你为什么一直不放过我？这方圆百里失踪的人都是你搞的吧？如果你改恶向善，我或许可饶你一命，可你作恶多端，罪不可赦，我今日必须要替天行道。说完，道士回头冲我大喊：“武器上撒上蛇尖血，可以斩杀那些怪物。”我和王大伯听话照做。就在此时，陈老太太腾空而起，伸出黑黢黢的爪子，急速冲向道士。道士躲闪不及，被陈老太太在肩膀抓了一个很深的伤口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老东西，不行了吧？哈哈哈！陈老太话还没说完，一把长矛把他刺飞。陈老太吐出一口黑血，转头冲向王大伯。王大伯转身就往外跑，可陈老太速度太快，王大伯刚跑几步就被抓住。老小子，你知道你儿子怎么死的吗？我记得很清楚。我跟你拼了！接着，陈老太带着王大伯刚要飞到半空，身后响起爆炸声，陈老太应声倒地。想不到你这道士果然又变强了。大概几分钟后，陈老太停止动作，道士直接坐到地上，大口喘着粗气。小兄弟，如今你大仇得报，应该可以放下了吧？谢谢师傅成全。我站起身，躬身向道士跪倒施礼。师傅，从今之后，我就是您的徒弟。来，扶我起来，咱们走，去个好地方